新浪娱乐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今天是8月14日，我来新浪娱乐兼职娱乐新小编啦。大家是否期待我的新工作呢？上班第一天，我来贿赂一下我的同事。Hello， 给大家送的礼物浴球，就泡一泡对皮肤好。来，谢谢。第一条就是你了，对。当然我们的双话题，然后发一句你对粉丝想说的话，让他们来看你直播就好。要不要给他们翻牌子，然后评论一下，回复他？我看一下，他们都在说什么。我们现在呢，需要你来，就是给你派发今天上班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加班同事。聊会儿啥？聊啥？吃饭了吗？我没有。为什么不吃饭？因为要保持身材，就是你挺想的。我19。咱们不能找童工啊，刚成没有成年了可以上班了。成年，我就觉得当时那个办公室就是有一个台词就还挺好的，你想挑战一下？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是哪一段？杉菜，我喜欢你，对你的迷恋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杉菜，我知道我很烦，但如果你要逃的话，我一定会去追你，就算你逃到火星，我也要追到你。如果你要追一个女孩子，你是说直接会跟她说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？对啊，就我看上你了，我看上你了。你特别喜欢一个女生，特别喜欢。那我就每天坚持说我喜欢你，愿意做我女朋友。我不愿意。不愿意，那我就明天再来问一下。就是我就是那种不太会就是花招子那一种，就可能比较直接。就可能在剧里面西门美作那一套，就我自己不太会用，然后就比较直接一点，简单一点，简单粗暴一点，我觉得那样省事儿一点。你自己童年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很有趣的故事？有。就比如呢？比如走丢了算不算？算啊。就是小时候跟我妈，我很小的时候，3、4岁吧，2、3岁，3、4岁，就跟我妈出去玩，去广场上玩，然后自己就走丢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爬到最高的一个台子上面去，在上面哭了1、2个小时，我妈把我找到了。亲朋好友，要不我就联系我姐吧。Hello， 能听见吗，姐？是啊，是我。你现在跟山菜还有在联络吗？还好吧，就没怎么联络。他拍戏也忙，对吧？主要是他拍戏不好意思找他。哦，那你倒是好意思找我。想你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真的很好奇。所以山菜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哦。哇，姐，你这是在搞我啊？难受啊！我是很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很人性化，我不喜欢问一些冠冕堂皇的问题。好吧，我就是觉得，就现在还没必要啦，就不着急嘛。没有，我是问你说他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我现在先断一下直播。没有啊，挂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挂了，我就要去洗澡了。就这个问题，我们到时候我们私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这边 OK 了，是不是？OK 了，谢谢姐姐。感谢姐姐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对王鹤棣体验娱乐新小编兼职这份工作就彻底的结束了。要不要跟粉丝打个招呼？挺嫌弃的啊，因为我觉得文案这种东西就自己想说的，就自己想说什么就发什么就好。因为我们2个都是属于那种就是，来真的那种演员，就是
他要真打了他才能演出来，我要真的挨在身上了我才能感受到那种，就感觉就一个那叫什么周瑜打黄盖吧，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在。关宏，我第一次跟关宏见面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人特别无聊，就也没说上几句话，因为当时在饭桌上，然后他坐在最角落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也不说话，也不跟人打交流那种，我觉得他挺无聊的。然后梁靖康，我是很早之前就跟他认识了，在一个节目里面我们是一起的，第一印象有点忘记了，就因为时间太久了。然后吴锡泽的话，觉得他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帅的挺做作的，这种感觉。关宏吧，因为第一印象我觉得他特别无聊，但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人其实就是很慢热，其实到了后来你跟他熟悉了过后，他就和第一印象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。挺尴尬、挺紧张的吧，就不会拍，不知道怎么就是去拍吻戏，但是到了后来就是自己，就其实是投入在当下，就是投入在角色当中，然后在那个情境下，其实后来就是接吻的那种戏，就是你自己投入在角色里面，在那个情境里面，自然的就发生了的，就是不会太尴尬了，就是以一个演员的角度去对待这个问题。其实我自己的期待就是演一个属于自己风格的道明寺吧。有一个可能让大家记住以后提到这个角色，就有我的名字在里面，就是我自己的期待就这样。作为一个演员，就我觉得，如果就是大家看到你就想当那个角色，但在其他作品里面想当那个角色，其实我挺担心的，就是希望下一部作品，然后自己也能好好表现，然后就让每一个角色都深刻的印在观众的那个印象里面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怎样讲？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喜欢自己一点。就虽然可能我觉得道明寺会比我好更优秀一点吧，其实我时不时都会去看，就一些他们的评价或者也好，就抱着一个就是找乐子吧，就是看着挺有意思的那种心态，就去看大家的那些东西。还是要多看吧，因为当时有上表演课，然后表演老师给我们建议就是去多看，大量的去看影视作品，然后看电影、看电视剧那些的。但电视剧的话可能会太耗时间了，就是一部电视剧太长了，就看电影，就那一个月在家里面看了30-40多部电影吧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我一个兴趣爱好而已。就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吧，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出一些自己写的，就自己想表达的东西，但是我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职业的 rapper， 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就是方言 rapper 也不是不行啊。唱歌的话5分吧，然后 rap 的话多一点吧，6分吧。我觉得我会更希望于那种就是户外啊，然后就大家一块出去玩，然后冒险这种就是会比较多一点。就是有各种好吃的，什么敲脚牛肉，然后麻酱土豆，豆腐脑，然后西麻豆腐，然后蒸肉，还可以去说一大堆钵钵鸡、口水鸡，这一堆堆。一句四川话，啥子哟？啥子哟？就是每次质问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啥子哟？有点东西是我跟吴锡泽的一个梗，就是我们两个经常会互夸对方，兄弟有点东西啊。我自己承认，演员这个东西是需要台词，就是台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。我自己现在也有就是在努力的去练习自己的台词普通话，然后希望能在下一部作品里面就是能得到一个大家的认可吧，就是自己会努力。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特别可怕，就是各种纠正我的每一个字，然后就是字正腔圆的讲出每一句话。
其实也挺爱的吧，就也没有到恶作剧，就想整你就整你，就像你爸打你不讲道理，就上去就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就没有那种背后暗戳戳，比如说抽掉椅子或者之类的。那是会但那种就是需要一定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就是你要坐下去我才能抽嘛，但是就还是打这种比较直接一点，就打你，然后就喜欢看你想打我又不敢打我的那种样子。我觉得挺怀念在寝室的那种感觉。以前我们寝室有个规矩，就是规定吧，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最惨的那个人会被其他7个人欺负。我们寝室是8个人，就每天都会出现一个最惨的人被其他7个人欺负。然后去上晚自习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家会把那一个人绑在桌上，就是用皮带绑在桌上，然后我们去上晚自习，把他一个人绑在那里绑一晚上。那你自己有没有？我也经历过这种事情。固定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太不公平了，就大家轮流的，就是被欺负，然后就挺 happy 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我们学校是军事化管理的学校，就是每天在学校都会叠豆腐块，然后做类务、站军姿，就各种，就算是半个军营的那种感觉吧。然后就我们学校军训的时间也特别长，然后每年就会有实习教官这种就是这个职位，然后我也去。那个叫什么？尝试过，我不认识这些朋友，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话，看看就好了，都是骗子。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就看一看吧，就别太当真，因为就是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嘛，就是大家还是看我发的微博就好，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话，都是骗子，大家看看就好了，都是骗子。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猪怕壮。对，就有时候是因为行程，有2次，有一次是因为自己工作行程太赶的原因，然后就是在机场狂奔了一次，然后第2次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就是自己去吃了一顿火锅，结果就忘记了时间，然后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我也不想跑得很累，我觉得我自拍挺好的啊，就挺有，就是自己的个性的呀，然后就很酷啊，很帅啊，100分满分啊，打个200分吧。那自拍里的你呢？自拍哇，2000分吧？这没有，好，把上一段剪掉，就自己打个50分吧，做人不能太骄傲。然后自拍的话就打个50分吧，做人不能太骄傲。我突然这么谦虚。就怕到时候发出去了，说我太膨胀了，就没有不满意，就是条件必须让我扣这50分，要不然我自己太骄傲了。看合不合适吧，就是不一定王鹤棣才是最好的男朋友，就是说不定你遇到一个更好的呢。其实，好吧，我承认吧，其实我就是看脸。没有，开个玩笑，就是觉得自己，就是看着舒服就行吧，就自己心里看着舒服就行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就是自己喜欢，但是不管他就是长得就是外貌怎么样，但是自己看着就是喜欢那种，就是说不上来那种感觉。好，就这样。身高啊，我觉得希望还是高一点吧，就自己也算挺高的，然后就希望差不多的吧，那你觉得你这个身高多少才觉得比较合适？你这个身高我都行啊，1.8米都行，真的。期待啊，我觉得就是马上就今年20岁嘛，就希望接下来的这一年自己能接到一部适合自己的作品，然后自己好好表现，送给自己一个20岁的一个礼物吧，就是下一部作品希望更好，就是20岁，然后自己拍好自己的下一部作品，